人其实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本质上都是固执且死板的。我们习惯于安逸，抗拒变化，即使明知道现状不尽如人意，却仍然宁愿忍受熟悉的痛苦，也不愿尝试未知的可能。毕竟，人的天性就是不喜欢做出改变。从生物学角度看，这种保守倾向有其进化意义。稳定的环境和行为模式意味着更高的生存概率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有一种认知惰性，倾向于走捷径，用最省力的方式思考问题。这也是为什么改变如此困难，因为改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反人性的、折腾的，甚至是折磨的过程。它意味着要打破舒适区，面对未知的恐惧，承受失败的风险。就像健身一样，没有人会享受肌肉撕裂的疼痛，但没有这种疼痛，就不会有肌肉的生长。但是，一个人如果得不到成长，生活就会惩罚他，这就是矛盾的地方。正如达尔文所言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那些不愿改变、不肯成长的人，终将被时代淘汰，被生活抛弃。这是一种残酷的自然法则，却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大部分厉害的人，往往都是能够战胜自己，走向觉醒的存在。他们不是没有恐惧，而是学会了与恐惧共处；他们不是没有痛苦，而是把痛苦转化为成长的动力。就像作家路遥说过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觉醒期，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那些早早觉醒的人，能够更快地找到自己的方向，更早地开始积累，自然比那些迷茫徘徊的人走得更远。如此，靠自己的幡然醒悟，痛醒了，人就成长了，生活就顺起来了。这种痛醒不是一蹴而就的，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是无数次跌倒后的爬起，是无数次失败后的反思，是无数次迷茫后的坚持。灵妖道理需要自己去悟，真正的道理不是靠别人说给你的，而是靠自己去悟到的。就像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真正的智慧不是通过语言传递的，而是通过体验和感悟获得的。这种悟道的过程，其实就是靠自己痛醒的过程。痛，是因为成长总是伴随着阵痛；醒，是因为这种痛苦能够唤醒我们沉睡的意识，让我们看清生活的本质。因为真正的道理得来的全来不是靠别人苦口婆心的劝告，而是靠自己脚踏实地的感受和领悟而得到。就像一个孩子，无论父母如何警告火是烫的，只有亲手触碰后，才能真正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。乔布斯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1985年，他被自己一手创建的苹果公司赶出门外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但正是这次痛苦的经历，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和价值观。在被迫离开苹果的12年里，他创办了 NAS 和皮克斯，拓展了自己的视野和能力。当他1997年重返苹果时，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成熟、更有远见的领导者。正如他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中所说，你不可能预先把点点滴滴串联起来，只有回头看时，你才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。显然，这个得到的过程里，根本不可能轻松收获。成长的道路上布满荆棘，每一步都可能伴随着血和泪。但正是这些艰难的经历，锻造了我们的意志，丰富了我们的阅历，深化了我们的理解。甚至可以说，轻松收获的知识也好，所谓的道理也罢，都只是脆弱的，只是自欺欺人的，是经受不住考验的。它们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看似华丽，却经不起一波浪潮的冲刷。作家陈忠实就在《蓝袍先生》一书中写道，人生许多道理需亲身经历后才能醒悟，没有经历的事，别人再怎么说，总觉得蒙着一层纸。这层纸就是我们与真实世界之间的隔阂，只有亲身经历，才能捅破这层纸，看清世界的真相。所以说，
千万不要觉得轻松得到的东西就是好的，要不然的话，这个世界上就很少会感到迷茫和焦虑的人了。正是因为真正的智慧需要通过痛苦和挫折才能获得，所以大多数人都在寻找捷径，却始终找不到真正的答案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梅花开不香，人也这样。只有经历了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最终才能靠自己经受住了磨练。这句出自孟子的古训，道出了成长的本质：没有磨砺就没有坚韧，没有挫折就没有智慧，没有痛苦就没有成长。然后悟出来了适合自己的道理，也真正过上了自己喜欢的日子。这种悟不是简单的理解或记忆，而是将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，成为指导自己行动的内在力量。可以说，人这辈子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的道理。这些道理不需要多么高深或复杂，但一定要是经过自己验证的，适合自己的。就像每个人的指纹一样，我们的人生哲学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。但是这些道理之所以适合你，是因为这些都是靠自己悟出来的，它们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格言，不是从网络上复制的鸡汤，而是你在生活的泥泞中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真知。曾国藩的故事就很能说明这一点。他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乡绅家庭，年轻时屡试不第，直到27岁才考中进士。在官场上，他起初也是屡屡碰壁，被人讥讽为曾糊涂，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，而是通过不断的自省和实践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处世哲学和为官之道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天下古今之庸人，皆以一惰字之败。这种对惰的深刻认识，正是他通过自身经历悟出来的。正是这种自我觉醒和不断修正，使他最终成为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。02真正的强者靠自我反省。人生在世，活着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的麻烦、苦恼以及无聊和压力，这些困扰如影随形，无论我们如何逃避，他们总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但是人之所以活着，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完美的可能。无论生活、工作还是感情，时间久了，都会有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情发生。完美是不存在的，追求完美只会让我们陷入永无止境的失望和挫折中。这个时候，我们除了靠自己慢慢去熬，默默去扛，静静反省，没有人能替我们承担生活的重担，也没有人能替我们做出选择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，我们必须学会独自面对困境，独自寻找出路，如此才能在具体的事物上看到两面性，甚至是多面性。世界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每件事都有其复杂性和多面性。只有通过深入的反思，我们才能超越表面的判断，看到事物的本质。最终，面对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的人生，我们总是能从中看到积极面、阳光面、可爱面、幸福面。这不是盲目的乐观，而是一种成熟的生活态度，是在经历了足够多的风雨后，对生活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就像费斯汀格法则说的，生活中的10%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0%则是由你对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。这个法则告诉我们，我们无法控制外部环境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和态度。同样的事情，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体验和结果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。这样的话，慢慢你也可以做到自我和解，完成了心灵上的自我救赎。自我和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它需要我们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原谅自己的过错，理解自己的局限。只有与自己和解，我们才能真正的与世界和解。实际上，一个人越是懂得如何反省自己，他的生活就越能过得平静。
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，都觉得更为松弛自在。反省不是自我批判或自我否定，而是一种客观冷静地审视自己的能力。它让我们能够看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从而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哲学家埃皮克提图曾说，人的烦恼并非来源于实际问题，而是来源于看待问题的方式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真理：我们的痛苦往往不是由事件本身造成的，而是由我们对事件的解读和反应造成的。面对生活的烦恼和压力，我们多一点反思，其实就是多一种可能给到自己的心灵找到出口，给自己的灵魂找到归宿。反思就像是一扇窗户，让我们能够跳出自己的局限，从更高的角度看待问题。实际上，我们越是懂得反思自己，就越有可能变得独立，而不是越来越变得随波逐流、盲目从众。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尤为重要。只有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，我们才能辨别真伪，坚守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。最终，我们就越有可能因此变得人格独立、精神独立、经济独立、人生独立。这种全方位的独立，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标志，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础。奥普拉·温弗瑞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单亲家庭，童年经历了性虐待和歧视，但他没有让这些痛苦的经历定义自己，而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反省和学习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他曾说，转折点出现在我意识到我是我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一刻。正是这种自我觉醒和反思，使她从一个贫困的黑人女孩成长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。03叫醒自己，痛醒自己。人要学会叫醒自己。在这个充满诱惑和干扰的世界里，保持清醒和专注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我们容易被各种信息和观点所影响，迷失在他人的期望和社会的标准中。因此，学会叫醒自己，回归本心，变得尤为重要。而最好的叫醒自己的方式，就是在事情上磨练，在痛醒的过程里走向自我救赎。没有捷径可走，没有灵丹妙药，只有通过实际的行动和经历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和蜕变。人生就是一段旅程，学会自我和解之前，你得搞清楚自己的性格。了解自己是一切改变的起点。只有知道自己是谁，喜欢什么，擅长什么，我们才能做出符合自己本性的选择，走上适合自己的道路。然后一边叫醒自己的同时，也会一边在各自难题和压力当中，因为压力和痛苦把自己的潜能和天赋挖掘出来。压力和痛苦就像是催化剂，能够激发我们内在的潜能和创造力。正如钻石需要在高压下形成一样，人的潜能也往往在压力下被激发出来。最终，痛醒自己的过程里，也真正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和人生的路口。当我们经历了足够的挫折和痛苦，我们会变得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想要什么。这种清晰的认识，是我们找到人生方向的关键。最终，在认识自我、磨练自我的过程里，把自己提升了、改造了、强大了。这种提升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的积累，更是心智和品格的成长。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坚定。就像杨绛曾说，人生一世，无非是认识自己、洗练自己、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。这句话道出了人生的本质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不仅仅是为了体验和享受，更是为了通过不断的自我认识和改造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如此，完成自我目标的实现，也真正在叫醒自己之后，靠一次次的成长和成才，把自己带领到新的一片天地之间。每一次的成长都是一次小小的蜕变，而这些蜕变累积起来，就会带来质的飞跃。尼克·胡哲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他出生时没有四肢，
只有一个小脚丫。在成长过程中，他经历了无数的歧视和嘲笑，甚至曾经尝试自杀。但通过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挑战，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并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激励他人克服困难，追求梦想。他曾说，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不是身体上的局限，而是我们自己设置的心理障碍。如今，他已经成为全球知名的励志演说家，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生活。04突破桎梏，在行动中重塑自我。觉醒后的成长，本质是一场与旧我反复较量的持久战。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而是一个需要持续努力的过程。我们的旧习惯、旧思维模式会不断地拉我们回到舒适区，而我们需要不断地与之抗争，才能实现真正的蜕变。人的思维惯性如同深河，那些根深蒂固的恐惧、惰性与偏见，往往会在深夜啃噬决心，在挫败时动摇信念。正如哲学家叔本华所言，人们最终真正能理解和欣赏的，只是那些本质上与自身相似的事物。若不敢打破认知的藩篱，觉醒的火花中会湮灭于日常的妥协中。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倾向于寻找与自己已有认知相符的信息，这种确认偏误让我们很难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新思想。真正的蜕变是于将之化为形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，强调真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。有人读遍圣贤书却困于原地，有人埋头苦干却迷失方向。唯有在行动中不断校准认知，在试错中修正偏见，才能让觉醒的种子扎根现实土壤。就像登山者不会因畏惧悬崖而放弃攀爬，而是在每一块松动的岩石上重新寻找支点。成长的答案永远藏在直面问题的勇气里。知识如果不能转化为行动，就只是一种装饰；而行动如果没有知识的指导，则可能是盲目的。只有将知与行结合起来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成长和进步。马云的创业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在创办阿里巴巴之前，他曾经历过多次失败。他申请了30多份工作都被拒绝，包括肯德基，但他没有被这些挫折打倒，而是从中学习和成长。他曾说，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后天很美好，但绝大多数人死在明天晚上，看不到后天的太阳。这句话反映了他对行动和坚持的理解。只有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坚持，我们才能突破困境，迎来成功。在行动中重塑自我，不仅需要勇气，还需要智慧。我们需要学会从失败中学习，从挫折中成长，从错误中汲取经验。每一次的尝试，无论成功与否，都是我们成长道路上的一块基石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在困难的中间存在着机遇。那些能够在困境中看到机会，并付诸行动的人，往往能够取得超越常人的成就。领悟觉醒的终极命题，在破碎中重建平衡。痛苦带来的觉醒，终究是为了让人生回归更圆融的状态。痛苦不是目的，而是手段；觉醒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通过痛苦和觉醒，我们能够看清生活的本质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力量。古希腊神话中的凤凰涅槃，并非追求永恒完美的重生，而是在灰烬中长出更适应风暴的羽翼。那些被生活痛醒的人，最终学会的不是与命运对抗，而是与无常共舞，接纳理想的残缺，拥抱过程的混沌，在坚持与妥协间找到动态平衡。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它充满了变数和挑战。真正的智慧不是试图控制这些变数，而是学会在变化中保持平衡和方向。作家黑塞在《悉达多》中写道，智慧无法言传，智者试图传授智慧，总像痴人说梦。觉醒的终极境界是放下对绝对正确的执念，
让心灵在破碎与完整之间自由呼吸，如同太极阴阳的流转。真正的强者既能紧握原则的锚点，亦能随风调整帆的方向。这种平衡不是怯懦的退让，而是历经千帆后对生命本质的敬畏，承认局限，方得超越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我们需要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美，接受生活的不确定，接受世界的复杂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破碎中找到完整，在混沌中找到秩序，在变化中找到永恒。奥普拉·温弗瑞曾经分享过他的人生哲学：当你知道的更多，你会做得更好；当你做得更好，你会感觉更好；当你感觉更好，你会做出更好的决定。这种循环往复的过程，正是我们在破碎中重建平衡的方式。成为自己的摆渡人，觉醒不是瞬间的顿悟，而是将疼痛化为养分的漫长修行。当一个人学会在跌倒时聆听骨缝里的生长声，在迷雾中辨认内心指南针的震颤，他便掌握了与命运对话的密码。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，而是通过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，无数次的反思和调整，逐渐培养出来的。生活的惩罚与馈赠，最终都化作雕刻灵魂的刻刀。那些真正痛醒的人，终会在自己的伤疤上长出翅膀，不是飞向乌托邦，而是学会在风暴中优雅盘旋，在废墟上种出属于自己的春天。此刻开始，愿你我皆能成为自己的摆渡人，在觉醒之路上，与更辽阔的生命真相相逢。成为自己的摆渡人，意味着我们不再依赖外部的力量来引导我们，而是学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遵循自己的直觉和判断。这不是一种自私或孤立，而是一种自主和负责。正如诗人里尔克所言，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。这种改变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或要求，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呼唤和觉醒。只有当我们真正听到这种呼唤，并有勇气回应它，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成长和蜕变。史蒂夫·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说，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浪费时间活在别人的生活里，不要被教条所束缚，那意味着你在用别人的思考结果来思考。不要让别人的意见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有勇气追随你的心灵和直觉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你真正想要成为什么样子，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。这段话道出了成为自己摆渡人的本质：倾听内心的声音，遵循自己的直觉，勇敢地走自己的路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却是一条通向真正自由和幸福的路。成为自己的摆渡人，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不断地探索和发现，不断地挑战和成长，不断地失败和重来。但正是这种不断的尝试和努力，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和命运，让我们能够在生活的河流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和意义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